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场正在台湾超市货架上激烈上演的奇幻战争。这场战争没有硝烟，却死伤惨重；没有兵刃，却让所有参战者都鼻青脸肿。有一个很神奇的场景，最近频繁出现在好事多门市。你走到冷藏柜前，想找那瓶传说中物美价廉的科克兰全脂鲜乳，结果映入眼帘的竟然是空荡荡的货架。你询问店员，店员两手一摊，告诉你这款商品通常一开店就被抢光，要买请一大早来排队。你满脸疑惑地走出卖场，心里想着这是什么情况？台湾不是鲜奶世界第2贵的国家吗？台湾消费者不是一天到晚在网络上骂本土鲜奶太贵，骂酪农，骂通路吗？说好的2025年纽西兰零关税进口液态乳，不是要让台湾人终于可以喝到便宜的进口奶吗？为什么现在的画面却变成一群消费者抢着买进口奶，把卖场的进口鲜乳一扫而空，而另一边的本土鲜奶依旧一瓶快要100元，看起来也完全没有要降价的意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消费者到底在跟谁战斗？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谁是这场战争中嘴里喊着反抗，却悄悄被收割了钱包的那群人？今天我们就来深挖这场看似荒谬却处处透着精密算计的台湾鲜奶大战，从酪农手上的生乳到你餐桌上那瓶要价不菲的鲜乳，中间那段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消费者怎么打都打不赢。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牛奶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通路垄断，关于市场结构，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自觉参与其中的经济迷局。你以为你是自由的消费者，其实你只是被安排好的棋子。你以为你在反抗，其实你的反抗只是让庄家赚得更多。这背后的真相听完你绝对会倒抽一口凉气。而更讽刺的是，这场战争里面有一个潜规则，叫做消费者越愤怒，通路越赚钱。你每一次抱怨都在不知不觉中为这个结构添柴加火，你每一次所谓的理性选择，其实都只是在通路商事先画好的棋盘上挪动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盘棋的棋谱拆解给你看，因为只有看懂了游戏规则，你才能真正决定自己要不要继续玩下去。故事要从一个令台湾人脸上无光的数据开始说起。根据国际比较，台湾鲜乳每公升的零售价格常年排名世界第2贵，仅次于某个小国家。你没听错，是世界第2贵。国产鲜乳零售价介于每公升85到120元之间，远远高于国际平均。这个价格有多夸张呢？同样一瓶1公升的鲜奶，在纽西兰当地你只要花38到40元新台币就能买到，在日本大概也就60到70元左右，在法国、瑞士，你甚至可以用跟矿泉水差不多的价格拿回一大瓶牛奶。可是换到了台湾，一瓶鲜奶要你掏出近100元，一瓶鲜奶近100元，这对很多小资族来说已经不是日常饮品，而是一种奢侈品。学生不敢天天喝，家庭主妇买之前要比价半天，老人家干脆放弃鲜奶，改喝奶粉。一个本该是国民基本营养来源的商品，硬生生被拉抬成了中产阶级才敢一口气开喝的高价品。于是台湾消费者常年累积了一肚子火气。大家想，酪农你们是不是赚太多了？结果一查，酪农每公升的交货价格只有30元左右，也就是说一瓶卖你90元的鲜乳，酪农只拿到30元，那剩下的60元跑哪里去了？根据业界人士的拆解，这60元的分配大致是这样的：乳品加工厂拿走大约30到35元，剩下的35到40元全部进了通路商的口袋。换句话说，你花90元买一瓶本土鲜奶，真正进入酪农口袋的只有3成，乳品厂拿5%，其余将近4成被超市、超商、量贩这些通路商收走了。这个结构有多夸张呢？在欧洲，通路商的上架费用大约只占末端售价的2成，但在台湾，这个比例飙升到3.5%以上。乳业协会公开喊话，如果台湾的通路也能把上架费降到欧洲的水准，每瓶牛奶至少可以便宜10元。但这句话讲了多少年，通路动都不动一下，因为他们很清楚，台湾消费者即使骂翻天，骂到手指打结，最后还是会乖乖掏钱买。可是通路为什么会愿意让出这块肥肉吗？而且国内鲜乳销售的通路高度集中，
根据财政部的电子发票资料，台湾大约有1/4的鲜乳从全联卖出，1/4从好事多卖出，1/4从便利商店体系卖出。三大通路抓了全台湾3/4的鲜奶销售，这不是普通的市场，这是一个高度寡占的市场。当你面对的是一个寡占市场，所谓的自由竞争，所谓的降价，大多时候只是一个遥远的幻觉。你以为你有很多选择，其实选择权早就被少数几个大玩家绑架了。你手上那张信用卡，不管在哪家店刷，钱最后都流向同一个口袋。就在消费者为高昂奶价气到捶胸顿足的时候，好消息终于来了。2025年1月1日，根据2013年签订的台纽经济合作协定，纽西兰液态乳进口台湾正式全面零关税，没有配额限制，没有每公斤14元的关税障碍。从纽西兰牧场挤出来的鲜奶，理论上可以直接无痛上架台湾超市。纽西兰是全球鲜奶霸主，牧场宽广，生产成本低，当地鲜乳的售价每公升只要38到40元新台币，就算加上漂洋过海的国际运费，加上通路利润，卖到台湾怎么样也不该超过国产奶吧。消费者兴奋了，终于等到这一天，大家心里盘算着，等纽西兰鲜奶一来，本土鲜奶就必须降价应战，不然谁还要喝？这一仗我们消费者赢定了。酪农业界则是愁云惨雾，业界预估台湾大约有30%的酪农户可能会在这波冲击下消失。鲜乳坊的创办人龚建家直言，就算消费者基于支持本土的信念，愿意多花一点钱买国产乳，只要进口的业务用乳每公斤便宜10元，一般通路便宜20元，这样的价差下，消费者终究会理性的选择更便宜的进口乳，国产乳的销量会直接蒸发30%，这还是保守预测。可是2025年元旦那天，当大家满怀期待走进超市，看到货架上的纽西兰鲜乳标价，整个人瞬间石化，每公升新台币119到129元。你没看错，纽西兰鲜乳在台湾的售价比它在纽西兰本地的售价整整贵了3倍以上。说好的零关税呢？说好的便宜进口奶呢？说好的消费者可以松一口气呢？台大动物科学技术学系的名誉教授徐继泰一语道破天机，零关税的价差全部被进口商和通路商赚走了。换句话说，政府替消费者省下来的那笔关税，没有1毛钱落到消费者手上，那笔钱从关税局消失了，直接蒸发进了进口商和通路商的账户里。更妙的是，当媒体去采访乳业协会秘书长，问他对这个现象有什么看法，这位秘书长大人表示，定价是由进口商跟通路商自行协调的，而且因为消费者没有提出异议，政府监督机关也没有主动介入，消费者瞬间傻眼。什么叫消费者没有提出异议？网络上每天都有人在骂啊，但是这句话翻译成商业语言就是，你们不买，我们一样卖得掉，因为还有别人会买，只要有人买，定价就是合理的。这个回应彻底激怒了台湾消费者，有网友甚至发起一人一信检举的行动，质疑政府为什么不介入调查。可是检举信寄出去如石沉大海，公平交易委员会没有动作，消费者保护机构也只是口头表达关切。因为法律上定价是业者的商业自由，只要没有恶意联合行为的实证，政府真的很难介入。于是消费者的愤怒只能在网络论坛上燃烧几天，然后被下一个热搜新闻冲淡。这时候一个奇妙的消费者行为出现了，很多人本来想要用行动抵制昂贵的本土鲜奶，打算改买便宜的进口奶，结果发现进口奶也不便宜，甚至比本土的还贵。但是大家心里还是不甘心啊，于是另一个替代选择浮上台面，好事多的科克兰全脂鲜奶，这款从美国进口的鲜奶，用大容量相对低价的策略，一直深受好事多会员欢迎。每瓶将近2公升的大瓶装，一组2瓶的价格换算成每公升大约50多元，对比超市的本土鲜乳确实便宜一大截。消费者眼睛一亮，就是它啦，不喝本土鲜奶，也不喝那个被翻3倍价的纽西兰鲜奶，我就喝好事多科克兰。于是抢购潮开始了。2025年下半年，好事多的科克兰鲜奶开始频频出现缺货，好事多自己也坦诚，
受到台风影响，加上进货量本来就不大，这款产品常常一开店就被会员扫光，消费者社团里哀鸿遍野，连续跑了2-3趟好事多，每次都扑空，货架上空空如也。有会员甚至拍照抱怨，说自己清晨7点半就到门口排队，结果进去不到10分钟，整排科克兰全脂鲜乳的专柜就被搬光，只剩下零星几瓶其他品牌的鲜奶尴尬地待在那里。你看这个画面多么讽刺，一边是被骂到臭头的本土鲜奶，始终坚挺地坐在货架上，一瓶近100元无人问津，却也没有要降价的意思。另一边是被消费者疯抢的进口鲜奶，抢到缺货，抢到涨价，抢到要排队限购，消费者花了更多力气、更多时间、更多油钱，跑到好事多抢进口奶，以为自己打赢了这场抵制战。但是从通路商的角度来看，不管你买本土还是买进口，钱都是从你口袋里流到通路商口袋，只是差别在于这笔钱进的是哪一个科目。这就是寡占市场最迷人也最恐怖的地方。你以为你在自由选择，其实你只是在几个被设定好的选项里轮流跳动。你越是激烈反抗，通路商越是开心，因为你越反抗，你就越需要换品牌、换通路，到处跑，你的购买频率跟消费力反而还上升了。这是一种高明到近乎残忍的商业设计，让你在愤怒中消费，在抱怨中付钱，最终发现自己不仅没有省到钱，还比以前花了更多钱。那为什么本土鲜奶就是死不降价呢？这背后有几个结构性的原因，一旦理解了，你就会发现消费者想要靠抵制来逼本土鲜奶降价，其实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第一个原因，台湾酪农根本没有降价的空间。酪农每公升的交货价大约是30元，这个价格是根据国内的饲料成本、人力成本、土地成本、气候成本算出来的。台湾土地昂贵，饲料几乎完全仰赖进口，加上亚热带气候乳牛容易热紧迫，产乳量比温带国家低，综合起来，台湾酪农的生产成本本来就是全球名列前茅，要酪农再降价，他们早就在亏损边缘了。扣除所有成本之后，1公升鲜奶酪农实际赚到的毛利还不到6元，你再逼他们降价，结果就是整个产业直接崩盘，酪农一家一家退场。第二个原因，乳品加工厂也不会主动降价，大厂像光泉、统一、味全这些，一边是源源不绝的原料供应压力，一边是跟通路的议价拔河，他们当然可以打价格战，但是打下去受伤最重的反而是自己。于是这些大厂宁可维持高售价稳定利润，也不愿意自己先动手砍价。更何况乳品大厂彼此之间有着微妙的默契，大家都知道，只要其中一家开始杀价，整个产业就会陷入流血战，最后的赢家只会是通路商。所以大厂之间形成了一种无言的共识，谁也不要先动这个念头。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原因，通路商根本没有理由降价。台湾的鲜奶通路高度集中，前几大通路几乎垄断了绝大多数的销售。当你是寡占市场的主导者，你的逻辑不是怎么卖的便宜，而是怎么维持利润率。只要消费者还会买，上架费就不会降。而且通路商还懂得一招，自创品牌。继美联社、家乐福之后，全联也开始推出自家品牌的鲜奶，直接跳过中间的乳品大厂。这对消费者来说看似有了更便宜的选择，但对整个产业链来说，是通路商把最后一丝议价权也收走了。更可怕的是，当通路商拥有自有品牌之后，他们在货架上摆放的逻辑就完全变了。你会发现，自有品牌鲜奶总是摆在视线最好的位置，灯光最亮，价格最醒目，而其他品牌呢，被挤到角落，或是放到最底层、最上层消费者不容易看到的地方。这叫做货架政治，是一种无声的垄断。消费者以为自己在自由挑选，其实早就被通路商的陈列策略默默引导，走向他们想卖的那款产品。这3层结构像铁三角一样，牢牢的把鲜奶价格锁在一个高档区间。而消费者能做什么呢？除了嘴上骂一骂，偶尔换个品牌买，其实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故事还没说完，在这场消费者跟通路的角力战里，还有一个赢武者默默潜伏多年，那就是俗称的
冰砖奶。冰砖奶是什么？简单说，就是从国外进口的冷冻浓缩乳，经过解冻、还原、调配之后，变成你在手摇饮店、连锁咖啡店喝到的那杯奶茶里的奶。根据乳业协会的资料，冰砖奶的进口量从2008年的424公吨暴增到2024年的26000多公吨，16年间成长了61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手摇饮店、连锁咖啡厅这类业务通路早就悄悄地把牛奶换成进口冰砖奶还原的乳饮品，而且价格反而越调越高。消费者花了上百元买一杯拿铁，结果喝进肚子里的根本不是你以为的新鲜台湾鲜奶，而是经过跨海冷冻运输、到场解冻加水还原的工业产品。这种冰砖奶在浓缩跟脱脂的过程中，部分乳汁球膜跟乳铁蛋白被抽离，业者再用乳清蛋白或植物油补足口感。由于过去标示规范不清楚，消费者很难分辨自己喝的究竟是鲜奶、还原乳还是乳饮品。你花了咖啡馆一杯拿铁180元的钱，以为自己喝到的是浓郁醇厚的鲜奶，结果真相是那杯咖啡里用的奶跟你家附近超市卖60元一瓶的鲜奶完全是两种不同等级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本土酪农年年喊着收购价要提高，消费者也愿意支持在地，但是本土生乳的产销空间却一直被压缩，因为业务通路这个巨大的市场早就被冰砖奶悄悄吞掉了一大块。你每天早上喝的那杯便利商店咖啡，里面的奶有很高比例是冰砖奶还原的。你下午在手摇店点的那杯奶茶，里面的奶也很可能是冰砖奶。台湾鲜奶的销售早就被这个看不见的替代品从侧面狠狠切了一刀。终于，政府开始动手了。2026年7月1日起，一套新的鲜乳标示规范即将上路。根据卫福部的新规定，只有取得鲜乳标章，并且是用100%生乳制作的产品，才能标示为鲜乳。进口液态乳只要保存期限超过30天，就必须标示为延长保存期限鲜乳或是长效鲜乳，也就是业界俗称的 ESL 鲜乳。至于用奶粉或冰砖奶还原的乳品，必须标示为还原牛乳或是乳饮品。这是什么意思？过去消费者在好事多买的那瓶保存期限70天的鲜奶，以后就不能再叫做鲜乳了，它必须改名叫 ESL 鲜乳。过去你在咖啡店、手摇饮店喝到的那杯拿铁，里面的奶如果是冰砖奶还原的，以后也必须诚实标示为乳饮品或还原牛乳。这算不算为消费者扳回一城？算也不算。从资讯透明度来说，消费者终于可以分辨自己到底买到的是什么了。但是从价格来说，标示改了不代表价格会变，本土鲜奶该卖多少还是卖多少，进口 ESL 鲜奶只是换了个名字，价格一样硬挺。不过有一件事情值得玩味，当所有的进口液态乳都被证明为 ESL 鲜乳、长效鲜乳或是还原牛乳之后，消费者看着货架上的标示会忽然醒悟，原来过去我以为新鲜好喝的进口奶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鲜奶，真正意义上的鲜奶只能是那种从挤奶到上架不超过几天，保存期限最多2周的产品。而这种真正的鲜奶在台湾的供应链里，目前几乎只有本土酪农能做到，因为纽西兰离台湾航程要40到50天，美国则更远，这么长的冷链运输根本不可能维持真正意义上的新鲜。当你搞清楚这一点，你会发现一个很吊诡的事实，那就是消费者抵制本土鲜奶去抢购进口奶的这整个行为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知之上。你以为你在抢购更新鲜更便宜的替代品，其实你抢到的是保存期限长达2到3个月的长效乳，本质上更接近保久乳的延伸版，而不是真正的鲜奶。所以当你把整个局面拉远一点来看，这场消费者跟本土鲜奶的战争其实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对手。消费者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酪农，也不是乳品厂，而是那个牢牢掌控了货架跟定价权，躺着就能吃掉40%售价的通路体系。而更残酷的是，一旦本土酪农被淘汰到一定程度，整个产业链会重组，就像台湾的白肉鸡产业一样，大厂掌握屠宰、贩售一条龙，鸡农只是生产线上的打工仔。
当本土乳业也被大厂垄断时，餐桌上的鲜乳的选择权减少，价格更被大厂牢牢掌握，届时将陷入酪农无法抵抗，消费者被动接受价格波动的局面。到时候别说贵不贵，你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你以为你在打一场消费战，其实你正在为未来没有选择的自己挖一个坑。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值得思考。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岛屿经济体，粮食自给率本来就低。如果连鲜奶这种需要在地供应的冷藏商品都因为消费者盲目追求进口品而崩盘，那未来当全球供应链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台湾人的餐桌安全又该由谁来守护？2020年那场全球疫情期间，各国纷纷管制农产品出口，台湾才惊觉原来本土农业才是真正的生命线。可是这种记忆很短暂，等到疫情一过，消费者又忘记了，继续追逐更便宜的进口品。这是一种集体的健忘症，也是一种高风险的集体行为。那消费者真的什么都打不赢吗？也不是。第一，消费者可以跳过通路，直接向小农牧场订购鲜奶。许多小农品牌现在都有宅配服务，价格更公道，品质更透明。跳过那个吃掉40%售价的怪兽，你才能真正买到 CP 值合理的鲜奶。这才是真正的消费者力量，不是在货架前骂骂咧咧，而是用行动绕过结构性的陷阱。第二，消费者可以学着辨别标示。等2026年7月新制上路之后，什么是鲜乳，什么是 ESL 鲜乳，什么是还原牛乳，一目了然。知道自己花的钱买到的是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当你在手摇店点一杯拿铁，店员告诉你这是用还原乳做的，你可以选择买或不买，这份选择权才是真正的消费者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消费者要认清一个事实，鲜奶贵，贵的不是酪农的劳力，而是通路的抽成。当你下次再看到本土鲜奶的价格时，请记得那将近40%是进了通路口袋的。不要把怒气发泄在错误的对象身上，骂错人只会让真正的收割者在背后偷笑。这场台湾鲜奶的价格战本质上是一场结构性的博弈，消费者很难在超市货架前赢，但消费者可以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参与，用知识，用理解，用绕过通路的消费选择，慢慢改变这个局。因为到最后，当你手上那瓶鲜奶喝下去，你喝下去的不只是营养，你也喝下去了整个产业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或许就是在寡占市场里，最精明的赢家从来不是喊价最大声的人，而是那个决定货架位置的人。而我们消费者能做的，不是在货架前呐喊，而是学会看清楚货架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下一次，当你走进超市，走到鲜奶冷藏柜前，希望今天的故事能让你在拿起那瓶鲜奶之前，多想1秒钟，我到底在为什么付钱？我买的这瓶奶新鲜吗？我付的这份钱合理吗？我支持的是真正辛苦挤奶的酪农，还是那个躺在货架后面坐地分钱的通路巨兽？想清楚这3个问题，你就会发现这场鲜奶战争其实从来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至少当你再也不是那个盲目抢购进口奶，或是愤怒抵制本土奶的消费者时，你已经在这场结构性的战争中悄悄地为自己扳回一城了。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生意，从来不是把东西卖贵，而是让你在骂贵的同时，还心甘情愿地付钱。台湾鲜奶的故事，就是这句话最赤裸裸的注解。你骂，你抵制，你愤怒，你换品牌，你跑好事多，你抢进口奶，你做了这么多事情，结果回头一看，钱还是从你口袋里流出去了，而且流的比以前更多。真正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本土鲜奶太贵，而是这整个市场的规则从设计之初就不是为消费者而写的。如果你看完这集，下一次站在超市冷藏柜前，能够多停3秒钟，看清楚手上那瓶鲜奶背后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算没有白费。因为觉醒从来就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而是从你发现真相的那1秒钟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场鲜奶战争还没结束，而真正的战场其实就在你我的日常生活中。最后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该用什么来衡量？是摩天大楼的高度吗？是科技产品的先进程度吗？还是国民所得的多寡？其实在很多经济学家的眼里，衡量一个社会健康程度最好的指标之一，就是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粮食商品，例如一瓶鲜奶，是不是能够用合理的价格，让每一个普通家庭都买得起。当一个社会的鲜奶被炒成奢侈品，而农民却赚不到6元毛利，中间那将近40%的价差全部被通路吞掉，这代表的不只是市场的失灵，而是整个分配结构的扭曲。这个扭曲最终会反映在每一个家庭的餐桌上，反映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也反映在整个国家未来的粮食安全上。台湾的鲜奶战争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很多被忽略的问题。消费者不是真的打不赢，而是太多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跟谁打，也不知道真正的战场在哪里。现在你知道了，希望下一次当你走过货架，你的眼光会不一样，你的选择会不一样。而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场看似没有尽头的战争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一个转折点。